如果你发现投机解码的加速比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，跑代码时快如闪电，一换到闲聊场景就甚至不如直接采样，那不是服务器太弱，而是你在强行用单一的草稿模型去套所有任务。腾讯混元团队开源了 AngelSpec， 这套框架的核心逻辑变了，它不再试图训练一个六边形战士，而是提供了一个负载中心，让你根据对话、代码或数学等不同任务实时调度最匹配的架构。老观众应该记得之前的 EAGLES3 通过特征级预测把效果拉高了一截。AngelSpec 继承了这套训练时测试的基因，更进一步把多种架构的兼容性补齐，做成了统一配置。在 H3A21B 大模型测试中，开发团队做了一次关键调整，移除了 dFlash 中冗余的转换，直接换上 dFly 架构。这一改，平均接受长度直接从 3.69 提到了 4.79， 性能红利接近 30%。 你可以通过统一配置调度6种主流架构，走 MTP 路径处理日常对话，还是切到 dFly 专攻代码逻辑，系统会根据负载特征自动路由，这是提升推理效率最直接的手段。为什么草稿模型总是不准？核心在于训练和推理时的分布偏差。AngelSpec 引入了目标模型的回滚生成，让草稿器在训练时就学会模拟大模型在真实生产环境下怎么思考，从而消除那层性能损耗。投机解码的路径其实很清楚，小模型先给出草稿，大模型并行验证。AngelSpec 的特殊之处在于对引状态流的底层优化，这让跨集群调度的瓶颈被压到了最低。看硬指标，通过针对性路径训练，在 GSM8K 和 Human Eval 这类测试里，草稿器的接受率实现了翻倍级别的增长。这意味着大模型能更少处理无效 token， 算力全花在刀刃上。除了算法，这套方案在工程上走得也远，它利用 Mooncake 张量存储实现了推理与训练的引状态流式解耦，推理集群可以独立于训练端横向扩展，这对高并发生产环境非常关键。怎么选路径？如果你主要是高并发对话，直接跑 MTP 路径；如果业务重代码或数学推理，请务必切到 dFlash 模式，这是目前处理这类高可预测性任务的最优解。当然，代价摆在那儿。维护多种架构意味着你要管理多套模型，前目标模型的回滚训练非常吃算力，这对于追求极致性能的安弗尔团队是福音，但对小团队确实是个门槛。AngelSpec 证明了一件事儿，单纯卷模型参数已经不够了，把工作负载的差异性视为基础设施的一等公民，才是提升推理性能的下一站。关注这个方向，推理成本还有不小的下调空间。